灵界最强战力集结于鸣煞之地，目标斩杀真仙马良，但最强杀招两仪微尘阵却需要活人献祭。被选中的韩立如何绝境求生？咱们书接上回，韩立单手一招将令牌凭空射来，淡淡表示这是自然。他虽然对上面玄天之物也很有兴趣，但也不会这般不顾大局的做此事情。贾氏微退几步，道谢后便再次腾空击射而回。韩立低手打量手中银色令牌，只见其银光灿灿，表面明印无数细小符文，并以某种玄妙之极规律排列，让人一看之下大有头晕目眩之感。他把玩令牌一会儿后，手腕一抖，将其收起，大步向祭坛处走去。近千名甲士在韩立方一靠近时，立刻齐声躬身行礼。韩立神念扫过这些甲士，发现大都是化神炼虚等阶，但合体期修为的也有8人，正好一人率领一队看守一根金柱。他面无表情地命令他们起来，表示此地既然由他接管，那他的命令只有一条：不听命令者杀。现在他们继续警戒。甲士心中一凛，均毫不迟疑地答应一声，起身继续站在金色柱子四周不动。韩立身形一晃，如无形肢体般洞穿这些甲士而过，直接出现在中心处的乳白色祭坛下方，往上面淡淡望了一眼后，就直接盘膝坐下。此时韩立神识中忽然传来谢道人有些讶然的声音，称这好像是仙界的两仪微尘阵。韩立心中一动，当即用神念反问：不应该是两仪灭尘阵吗？谢道人不加思索的解释，两仪灭尘阵虽然也是一种仙界法阵，但功效比较简单，主要用来灭杀敌人，论玄妙程度还远没有两仪微尘阵的1/12。韩立目光微闪，缓缓询问这两仪微尘阵有何种玄妙之用。谢道人说明，两仪微尘阵主要拥有困敌、削弱、自爆3大功能，无论哪一种都足以让普通仙人大为头痛，特别是那最后的自爆威能，只要阵眼献祭宝物或者生灵足够强大，就算是一名高阶仙人也有可能葬身其中。韩立一听生灵献祭和自爆，心中顿时一凛。谢道人不紧不慢地补充，阵眼献祭东西既可以是一些宝物珍稀材料，也可以是强大生灵。一般来说，献祭一旦开始，阵眼处方圆100里内一切都会作为祭品，直接被法阵力量炼化成灰。韩立脸上丝毫异色不现，但神识中却大怒，表示他有些明白那明尊为何要他和云淡月舒3人镇守阵眼，而不要轻易离开了。谢道人却又说道，按理说即使两仪灭尘阵在下界也不之不易，更别说复杂程度远在其上的两仪微尘阵了。从这处阵眼看，似乎和他所知的微尘阵还是略有区别。韩立若有所思后，蓦然询问，下界材料自然不可能和仙界相比，大概其中不少部分是直接找了替代之物，才勉强布下这仙界密阵。但如此说来，此阵功效和威能也应该有所削弱和改变了，并问谢道人是否能找出其中的不同处。谢道人坦然回应，他只是一具专责战斗的伪仙垒，并不是专门的布阵傀儡，能认出一些仙界法阵已是极限，要找出具体的不同之处却是无能为力。韩立目光微闪几下后，冷冷表示这可有些麻烦，他虽然想对付那名真仙，但也不想作为祭品和对方同归于尽。谢道人沉默了一会儿后，缓缓说道，若是道友只想自保，他却有一办法。韩立闻言精神一振，询问是什么办法。谢道人平静表示，他可以对此地阵眼做一些微小手脚，让其发挥最后的献祭功能时，将韩立所在位置作为豁免之地。韩立略一犹豫，问这办法可靠吗？谢道人表示，虽然不敢说10成10，但7、8成把握还是有的，毕竟这法阵本身就不是完整之阵。韩立只是略一思量，就果断同意。谢道人却提出需要是金虫王配合行动，也只有此虫王才能无声无息做到此事。韩立一口答应下来，并马上用神念向灵兽环中的是金虫王吩咐，让其一切按照谢兄的吩咐来做，不得有任何一丝差池。下面的时间，韩立看似在原地端坐不动，但缩在袖中的一根手指只是微微一弹，当即一点金星一闪击射而出，一闪即逝后就没入附近虚空中，不见了踪影。下一刻，一根金色圆柱近在咫尺的地方，一丝合体修士也无法察觉的微弱波动一起，一个米粒般大小的金色甲虫凭空浮现而出。此甲虫只是在一个模糊后就凭空贴在了圆柱之上，接着无声无息的蠕动之下，开始在爬过之处留下一根根肉眼几乎无法看到的细小鳞纹来。而同一时间，金色甲虫神识中却不停回响着谢道人冷冷的指挥之声，并且一幅幅完整纹阵图案也不停地在甲虫脑海中涌现而出。这一切围着此根金色圆柱的那些商盟甲士，自然丝毫没有察觉自己所守护之物的这些细微变化。不光这一根金柱，下面的时间，其他7根柱子也都陆续被那缩小无数倍的是金虫王动了同样的手脚。鸣煞之地的另一处高空中，银刚子、光头大汉等大成强者正藏身在一片虚空，或笔直站立，或闭目盘坐，但全都一个个神色肃然的沉默不语。忽然间，附近处波动一起，明尊竟仿佛无形之体般的直接浮现凝聚而出。明兄，只有你一人，韩道友和云淡月舒他们呢？乌林夫人目光一扫明尊，黛眉一皱的问道。其他大臣面上也闪过一丝诧异之色。乌林道友不用担心，我已经让韩道友3人去镇守两仪灭尘大阵的阵营，如此一来，只要法阵不破，
我等就可放手对付那名仙人，而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明尊神色不变地说道：“什么？少了韩道友3人，我等实力可会大减，不会有什么问题。宣九龄道友现在又在何处？不会也不打算和我等一起行动吧？”银刚子眉头一皱，直接问道：“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只有韩道友3人亲自守住阵营，我等才不用担心两仪灭尘大阵会被对方失手断破。毕竟此法阵是仙界秘阵，是针对那名真仙必不可少的杀手锏，两者相较轻重，也只能取其一了。至于宣九龄道友，诸位不用担心了，他已经来到了此处。”明尊不慌不忙地回道。而在他话音刚落的瞬间，另一个淡淡的男子声音一下在此片虚空中回荡而起：“怎么，几位是在担心宣某人临阵退缩不成？你们尽可放心，就算你们都改变了主意，宣某也会独自一人出手的。能斩杀一名真正仙人的机会，可不是随时都能碰到的事情。”这般大口气，果然是宣道友的声音。既然道友已经到了此地，何不现身和我等一见？雾灵夫人面色一松，但目中眸光四下一扫地说道。其他人闻听此言，面色也为之一晃。宣某人一向喜欢独来独往，和你们相见就没有必要。诸位只要知道，到了该出手的时候，在下自会出手就行了。宣九龄仍然毫无感情的传声说道。这一下，在场的诸多大成强者只能面面相觑的无语了，同时他们也对始终无法发现对方隐匿的准确位置也有几分骇然。明煞之地边缘处，远处天边破空一响，一道青光一闪而现，并在一个模糊后一头扎入了明煞之地中。突然青光一敛，半空中现出一艘10余丈长的琉璃飞舟，在飞舟前端，六义和冰凤均都面色异常苍白地站在那。六义转手望向后方，目中闪过一丝惧意，坦言此次损失惨重，那疯子在经历先前消耗后，法力非但未见损耗，反而似乎更为持久。他提议在此稍作停留，待其拉近距离后再进入内部。冰凤同样面色难看的回应，指出他们不仅几乎耗尽了赫连商盟交付的丹药符箓，连刚刚恢复的一些本源之力也赔了进去。他担心若商盟此次无法镇压那疯子，他们将再无逃命机会。六义面无表情地提到，明尊自称请来了大陆排名前列的强者，其中应包含他的前主人。尽管不愿承认，但他认为这位前主人手段不凡，若有其加入，此次行动多半不会失手。冰凤对此感到意外，称想不到他对韩兄颇有信心。六义则哼了一声，目光微闪地表示，若非如此，自己也不会向明尊提出1000年内不得找其麻烦的条件。有这1000年时间，他便足以修成大法，从此不惧灵界任何人。冰凤瞥了他一眼，嘴角带有一丝讥讽地表示，以韩兄的妖孽资质，1000年后神通不知会到何种恐怖程度，甚至可能在万年内直接飞升仙界。六义狂笑反驳，认为飞升仙界绝非易事，整个灵界大城存在众多，近10万年来却未闻有人成功。即便他这位前主人资质再逆天，机缘再大，飞升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冰凤却表示自己对韩兄最终进入仙界很有信心，并提议若此次能逃过一劫保住性命，不妨打个赌。六义有几分意外地问赌什么？冰凤一字字说道，就赌韩兄是否真能在万年内飞升仙界，成就真仙之身。六义盯着他半晌后才冷冷询问赌注。冰凤毫不客气地提出，若自己输了便答应成为他的双修伴侣，但若韩兄真在万年内飞升成功，六义则需答应凡有他在的地方必须主动退让避开，不得与他争抢任何事物，且在此万年之内不得再来骚扰他。六义闻言脸色阴晴不定，称他倒是对自己那位前主人很有把。冰凤似笑非笑地反问，莫非他不敢？若是对自己的判断没有信心，自然无需打赌，只需等待日后乖乖被韩兄抓为灵宠。六义表示自己有何不敢，但要求改变赌注，若他前主人无法在万年内飞升，冰凤须做他的侍妾，听从任何使唤吩咐，且双方均需以心魔发下是血毒誓。冰凤眸光一转，竟不加思索的一口答应。六义见此心中一凛，但心念飞转后觉得并无问题，自己输掉的可能性极其微小，当即喷出一团精血，施法画出血红色鬼脸，发下心魔誓言。冰凤同样黛眉一挑，口喷精血施法，发下相应誓言。完成打赌仪式后，两人互望一眼，均从对方眼中看到一丝胸有成竹之色。然而未等他们再说什么，六义忽然神色一变，转手望向后方。几乎同一时间，后方天空一暗，隐约传来阵阵雷音，并迅速化为惊涛骇浪般的巨响。冰凤脸色大变，催促快走，因为他要来了。六义二话不说，一手掐诀，另一手翻转，将一颗赤红丹药抛入口中。顿时二人足下琉璃飞舟猛然一颤，一下化为青红的破空而走，只是几个闪动间就消失在了明煞之地之中。不过10几个呼吸间功夫后，后方天边血光一现，一道滚滚血河凭空浮现，并以不可思议遁速向同一方向滚滚而来。而在这条血河之中，8条五爪血龙口喷金芒，张牙舞爪的发出阵阵轰鸣之声，在血河之中若隐若现。转眼间，滚滚血河也一下冲入了明煞之地，直追琉璃飞船而去。二者一追一逃之间，遁速之快都是外人难以想象。
但之间距离却在飞快缩小拉近起来。不到一盏茶功夫，站在琉璃非洲上的612人已经肉眼可以看到后面铺天盖地而来的血色景象，神色均为之一紧。明尊所给的避风符还有吗？6翼向冰凤问道。只有最后一张了。冰凤迟疑了一下后说道。那还等什么？这等秘符这时不用要用在何时？6翼低吼地说道。冰凤闻言，二话不说的一条香袖一抖，一道银灿灿符箓从袖口中激射而出，只是一个闪动后就没入足下非洲中，不见了踪影。下一刻，非洲通体表面无数银色符文一现，在狂闪之下就一缩的重新引入船身之中。琉璃非洲顿时爆发出刺耳的尖鸣之声，通体一个模糊后，遁速进一下提升了倍许之多，以比后方血河还要快上一线的向前激射而去。血河中的一条血龙头顶，马良忽然冷哼，表达了对失落界群竟拥有仙界避风符的意外与不满。旁边的杨璐躬身回应，推测这可能是上古仙人遗留的符箓，否则此界之人难以炼制出此类仙符。马良则面露不耐，认为即便对方借助符箓，也已造成不少麻烦，否则早在1个月前就应将其全部擒获。杨璐恭敬地安慰道，这类仙界符箓在灵界应极为稀少，以对方先前的消耗来看，可能已所剩无几，甚至这已是最后一张。他无意中说中了6翼等人的实际情况。马良不置可否，随后以其庞大神念扫视四周，面现异色地询问杨璐是否认为此地适合设符。杨璐心中一惊，急忙询问主人是否有所发现。马良回答尚未察觉异常，但指出此处阴煞之气浓重，连自身神念也受限，若有人设符却是绝佳地。他淡淡一笑，目中闪过一丝冰寒。杨璐闻言脸色大变，环顾四周，却只见淡黑阴煞弥漫，神念仅能覆盖10余里，无法探查更远之处是否真有埋。马良却表示无需担心，因早已预料到此大陆强者可能采取此类行动，而这正合其意，若能一举歼灭这些人，整个灵界将无人再敢冒犯。杨璐仍谨慎提醒，赫连商盟在灵界势力惊人，若全力动用压箱手段，恐不可小觑。马良则打着哈欠，不以为然地表示，即便对方懂得法则之炼的利用之法，此次也对其无效。见主人如此自信，杨璐诺诺称是，不敢再多言。这时，滚滚血河和前方琉璃非洲已经一前一后地冲入冥煞之地深处。忽然，前方非洲猛然一个模糊，竟凭空在飞遁中一闪的不见了。血龙身上马良瞳孔一缩，猛然袖子一抖，整条血河一声轰响的戛然而止，也一下停高空中。杨璐见此，则神色一凛，体表黄光一闪，一件凝厚黄色战甲当即在身躯上浮现而出。就在这时，天空中一声霹雳，整个天地骤然间一个恍惚倒转过来，四面八方轰鸣声不断，一团团漆黑阴煞之气滚滚而出，一根根幡旗则密密麻麻的在虚空中浮现而出，迎风一掌后，纷纷化为了100余丈之巨，参天巨木般的将整条血河都困在了其中。同一时间，天空中一轮青色圆月无声的浮现而出，上面有10余道人影隐约站立一起，并神色各异的望向血河这边。正是明尊、银刚子等大成强者。原本消失的6翼冰凤赫然也脸色苍白的站起其中。马良神色不变，只是扫了这些巨帆一眼，一只手掌忽然冲某个方向虚空一拍，一声巨响，血河当即一阵沸腾，蓦然从中幻化出一只母许大血色巨掌，冲同一方向一拍而下。轰的一声，近100具帆光霞缭绕，竟一下在前方凝聚出一面巨大之极的5色光镜。血色巨掌一拍在光镜上，竟一闪的没入其中，丝毫声响都未曾传出。同一时间，在冥煞之地某个偏僻角落中，血色手掌骤然从虚空中一涌而出，狠狠击在了空无一人的地面上。一阵地动山摇般的闷响，整片地面凹陷而塌，凭空现出一个数里大巨坑。咦，空间挪移，这个法阵好像是马良一声轻疑，微微有些意外。但就在此刻，其余那些巨帆也嗡嗡声大起，一面面同样的5色光镜凝聚而出。一时间，血河附近尽是霞光灿灿，隐约无数人物、怪兽、建筑等各种虚影幻化而出，让人一望之下，一个不留神后立刻坠入其中。马良见此情形，脸色一沉，单手一掐诀，背后黑白之气一冒之后，同样凝聚成一面黑白2色斗镜。此镜子开始不过巴掌大小，但在法诀一催后，滴溜溜一转的化为了脸盆大小，表面一个黑白色太极图案方一浮现，一道黑白光柱从中一喷而出。只见虚空中撕裂声一阵狂响，血河附近的5色光镜竟瞬间被黑白光柱洞穿撕裂而开，化为点点灵光的凭空消散。圆月上一干大臣目睹此景，人人神色一变，光头大汉更是一转手的向明尊直接问道：“明兄，这2一灭陈阵被你这般推崇，难道就这点威能，对手随后一击就可破除了？”“哼，随手一击，我若没有猜错的话，那面黑白镜子应该是不下于玄天之物的重本。你真以为一般攻击真能破除此阵的幻化之力？不过对方真以为这点手段就能破去此阵，那可是大错特错。”明尊盯着下方血河，却头也不回地说道：“真是如此。”光头大汉似乎有些不太全信，其他人互望一眼后，
也有几分将信将疑的样子。不过似乎是为了验证明尊之言，下一刻，下方那些五色光镜方一被黑色光柱尽数破除干净的时候，血河附近不知何时浮现出一颗颗米粒大小的白色符文，开始还极为稀疏，但转眼间就雪花般的从天狂降。与此同时，一股法则之力一下笼罩了整条血河。血河中马良只觉身躯一寒，四周空气一下变得几分粘稠起来，脸色一变的急忙暗自掐诀一条体内法力，却发现竟有30%多法力一下变得凝滞不灵起来。而一旁杨璐更是不济，在那法则之力作用身上的瞬间，只觉身躯重于泰山，体内大半法力都无法调动分毫，当即面现一丝惶恐之色。连我都能受到禁锢，果然是仙界秘阵。你们倒是本事够大，竟然能在下界也布置出这等法阵来，可惜有些残缺不全，我要破去却也不会太难。马良深吸一口气后，狂笑几声的说道。接着他骤然一张口，喷出一件翠绿欲滴的小伞，只是用手指冲其虚空一，小伞顿时一声尖鸣，往血河上空一飞而去。一个模糊的迎风一掌化为了里许大小，并缓缓一达而开。碧绿巨伞中一片绿蒙蒙光幕一卷而下，将整条血河全罩在了其中。那股影响附近整片虚空的法则之力，一经过绿色光幕遮蔽后，竟一下削弱了7、8成之多。原本在血河中大受影响的杨璐，当即只觉身躯一松，体内8、9成法力都一下恢复了原先灵动。至于马良，更似乎彻底摆脱了束缚，一声狞笑后，就猛然抬足往身下血龙一踩，龙吟之声大起。血河中所藏的8条五爪血龙当即从血水中一窜而出，体表一根根粗大银狐缭绕下，尽均散发出大成等阶的恐怖气息，直奔圆月上明尊等人一扑而去。动手吧！他现在一面要抵挡仙阵禁制，一面还要催动血河对付我，绝无法坚持太久的。我也会唤出4大真灵协助你等。明尊目睹此景，毫不迟疑的也大喝一声，单手虚空一抓，手中突然多出一面紫红色令牌，往身前一抛，一声晴空霹雳。令牌一个晃动后，化为一枚斗大的紫红色符文。轰轰轰轰4声后，血河4角处空间波动一起，4座黑龙龙高台凭空浮现而出，上面各自趴伏着一头形象狰狞的黝黑怪兽。这4头怪兽形态一般无二，均都体长10几丈，龙首狮身，方一随高台现身而出，原本紧闭，双目一睁而开，并同时站起身来，扬手发出类似虎啸的巨吼。黑泥兽竟然一下4头，哈哈，明兄你瞒得我们好苦啊！有他们相助的话，此战取胜不在话下。银刚子一见这4头黑兽，当即惊喜交加的说道。乌灵夫人等其他人面上同样现出大喜过望的神色。黑泥兽可是在诸多强大真灵中排名接近天龙真凤这等顶阶存在的上位真灵，就算和各系麒麟真灵相比，也不会逊色到哪里去。现在一下出现4头之多，自然让所有人信心大增。当这些大成强者一见4头黑泥兽一抖身躯，各自掀起一股黑色怪风的往血河一扑而去后，自然也不加思索的纷纷遁光一起，或施展神通，或催动宝物的向下方8条血龙一迎而去。一时间，只见高空中各色霞光缭绕涌现，血色云雾翻滚不定，爆裂轰鸣声响彻整个天空。但那4头黑泥兽方一扑到血河附近时，马良只是阴沉一笑，单手一掐诀。刹那间，血河中阴风一起，血水滚滚一卷而起后，竟一下幻化出4头100丈高血色巨人，光头无发，身披血红甲裙，迎着黑泥兽就举拳就砸。硕大拳头尚未真的落下，一股股闻之欲呕的血腥之气就先一卷而下。4头黑泥兽嗖的一声，竟同时一下躲开了血气的缠绕，并瞬移般的出现在了血色巨人背后处，前肢只是轻轻一挥，长长的黑色刃芒一闪而逝，4颗巨大头颅立刻滚落而下。这些黑泥兽则丝毫停留没有，身躯再一扭，就要一头冲进血河中去。但就在此刻，突然一个冷冷的震字从马良口中传出，4头黑泥兽当即只觉头颅中嗡的一声轰鸣，身形就不觉为之一缓。噗噗声一响，10几条血色触手出其不意的从后方一抽而来，闪电般的正好击在了4头黑泥兽身上。4兽只来及一声低鸣，浑身黑气就一下击散大半的被抽出数十丈去，同时身上一下滚滚血焰燃烧而起。下一刻，滚滚血焰中怒吼声大起，4道黑色飓风冲天起，将所有血焰一卷而飞，从中走出4头体型比先前巨大数倍的黑色巨兽。而这时，在巨兽后方不远处，那4头原本应该被击杀的血色巨人，竟头颅完好的仍站立在原处，但从背后处不知何时生出一根根狂舞不定的血色触手，并用毫无感情的眼珠盯着4头黑色巨兽。4头巨兽互望了一眼，突然同时一张大口，密密麻麻的黑黝黝锋刃顿时暴雨般狂涌而出，铺天盖地向血色巨人击射而去。这些黑色锋刃明显和普通锋刃大不一样，不但在击射时忽隐忽现，仿佛幽灵一般，更在一斩到血色巨人身上的时候，只是黑光一闪，就凭空和大块血肉同时的消融不见。而4兽本身也骤然一个模糊，庞大身躯紧随锋刃的飞扑而出，前肢在一挥动后，顿时一道道黑色寒光凭空一斩而下。
血色巨人毫不畏惧的两只大手往前方一抓而去，滚滚血气一卷而出，同时背后血色触手在狂舞中也化为血幕一迎而上。